哟，大家好，我是志昂，今天为大家开箱的是嗨，凯夫。Hello。那今天帮我们骑最新的滑板车 Max， 那有几个问题想要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OK。那你也骑过很多滑板车了嘛？那这台滑板车 Max 它的车龄啊，你觉得跟以往的滑板车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个车龄其实是比较耐用啦，就是它比较少这种突出，有没有？就是它有一颗突出，或者是有一个止波的地方可以打。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它的损坏会比较少。就是不小心撞到、不小心蹭到、不小心倒地的话，可能损坏几率会比较低啦。可是我个人会觉得，因为它跟刹车的这个手，就是你一方面要按刹车，也要按车铃的话，会有点矛盾吧。稍微不顺是不是？我觉得其实它不是一个对使用者很友善的设计啦，但是在如果说耐久度来讲的话，应该是蛮不错的。不过这个形式好像是共享，就是那个共享单车比较常用的，因为他们要很高耐久度，但是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使用的体验啦。对，只是比较耐用这样。对，可能过了2-3年以后它还没坏的话，我才会觉得它真的很棒。是。我觉得它车龄设计的，我觉得比较顺手。你不管是正手或是反手去做旋转，它都是有铃铛的。那原本的小米的铃铛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没有把声音发出来，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铃铛设计的我太喜欢。就是只要按一下，就是稍微动一下就会有声音这样。不管正手反手它都是有声音。了解。所以你觉得它车龄设计对你来讲使用上是蛮方便的？对。不会啊，比较好转，而且它的声音很大声，不会像米华那种铃铛那个小声，很没 feel 的感觉大家会听不到，只要在一个很嘈杂的地方，可能大家就听不到。可是像这台的铃铛的话，它可是非常大声，然后用转的就好。那你骑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如果又要转铃铛，会觉得卡卡的吗？还是觉得其实不会？还好。其实还好，习惯就好了。那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它充电的部分。它充电是跟以往设计比较不一样，它直接把整个变压器 adapter 放在里面。没错。对，那你觉得这个设计上来说，带给你什么样的便利性吗？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稀少的，因为它应该是至少目前我认识的这个滑板车里面，把 adapter 就是直接塞到车体里面。所以理论上你在出去玩的时候，像我们比如说如果你有中途充电需求的话，你就要带这颗黑盒子，无论你是放在背包还是放在哪里，总之那个重量都是由人去扛着的。那现在比较像是说，这车子直接帮你把充电器载在里面。那你出去玩的话，只要带一条线，就是直接线插下去就可以为车充电。对，而且它里面给的电流还不错啦，就是那个算是快充，但是唯一目前想起来让我比较觉得可能会不方便的就是，至少它给的那条线蛮短的，所以说找插头你要找插头的时候，就是插头可能要离你的车很近。对，那如果是星巴克这种地方的话，可能就不太合适。对，所以如果你能够自己去额外购买一个长一点的那个线，我觉得，总之把变压器放在车里面，目前看起来是好的，只要它没有被震坏的风险。对，就是要换变压器的时候。对，因为我们以前在用这个黑色的变压器的时候，它大概从30公分的地方掉到地板上，很有可能里面的
变容什么东西，就摔坏了。对，传统的变压器其实蛮脆弱的，但是他这一次把它做在车里面，如果能够耐车辆长期的震动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是还蛮创新的，设计上不错。对对对，我觉得他如果只要带着这条线出门就够了。那对我们这些如果需要充电的人，然后只要带这条线出去，然后不管到哪里，咖啡厅啊，或者是去上班的地方，然后带一条线，携带非常方便。我觉得把原本的那个变压器的重量变小，所以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设计对你来讲算是很便利的。对，我觉得是好。当然就是减少包包的重量。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其实变压器也不小颗，那你多带一颗变压器，可能多了，虽然不到1公斤啊，可是就会增加了自己的重量。就包包少放一些东西。对，再来现在女生都背小包包，是，所以你要在小包包里面再塞一个变压器，对我们来说其实很不方便嘛。对，所以它这个改变对你来讲是比较方便，会比较好。好，你骑了 Max 跟米华 Pro。那这两台滑板车，你觉得他们就设计上，比如说车身高度这部分，或者说整个车体的结构，那比较明显应该是车身高度的地方，你会觉得说你骑起来会觉得比较舒服。其实这3台车就是小米滑板车跟小米滑板车 Pro 跟这个 Max 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类型啦，他们的形状都蛮像的，只是把手高度的话，就是 Max 最高，再来 Pro 次高，然后小米最短。然后两者的高度差距有将近到10公分，摆在一起的时候是差蛮多的，就是 Max 会明显高出蛮多。但是我这边要讲的就是，其实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其实你大概骑3-5分钟以后，就以我这个174公分的人来讲，我会几乎忘记那个感觉。对，就是我也不觉得说Max 会特别舒适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也不觉得小米滑板车就是最原始最矮的那个版本会特别不舒适还是怎么样。是，因为我觉得它再怎么样调整，大部分都是在一般这个160到175或者甚至180的人的身高，觉得都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因为这次 Max 可能他们主要是做美国市场。对，那如果以美国市场平均身高180、185来讲的话，如果让这么高的人去骑传统小米滑板车，那真的就感觉是有点矮了。对，你可能要屈身才能够握到握把。然后如果是 Max 对他们来讲的话，可能稍微的舒适一点。对，我觉得这个是至少对我这个身高段的174、175公分的人来讲，高度并没有那个手把的高度并没有很大的，就是不需要特别花时间来适应 Max 高度，不需要，除非我是觉得对于可能高于180公分以上的人的话，会明显的觉得比较舒服，对 Max 比较舒适，比较适合他的体型。是，那这是车身高度的部分。我觉得我一上车之后就没有觉得特别的高，那我觉得它是高了一点没错，但是我没有感受到它的差距在哪里。就是没有高到很明显，需要特别花时间来适应它这样。不用。觉得要，好，要。你觉得要特别适应？其实那个造型其实做出来是比较适合男性的身高，并不是适合女性的身高。尤其是我这正常女生的身高160，对，大家站上去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太高的感觉。所以你会觉得有点稍微太高了。对，而且就算你停下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脚又放在地上了，对，脚放在地上，然后又趴在，刚刚我就在魁，就这样子高度虽然比较刚好，可是站上去真的是一开始会吓到，是觉得要花一点时间来适应。了解。那我们再讲一下折叠好了，它折叠的部分跟以往小米或是米华 Pro 的折叠处已经做了更改，米华跟米华 Pro 它的折叠处都属于在内侧，一样的。对。那 Max 它是坐在前面，那你觉得这个折叠的地方，它这样这个改变会带来什么样？其实我觉得那个断杆式，它这种断杆式的那个扳手，前2代是内侧，然后到了 Max 就在外侧。我觉得其实内外侧差不多了，没有太大的改变，就是你往内扳或往外扳没有太大的改变。倒是这一次的这个连杆，就是它断杆以后
那个扣环还是有一个连杆的方式，是这个是可能是相对比较传统，但是也比较牢固的一个方式，就是那个是传统很多那种折叠脚踏车，尤其是折叠的之前是很爱用的这种断杆连杆的方式，然后他们可能自己也有发现说1、2代就是小米滑板车跟小米滑板车 Pro 的那个勾的方式啊，对，可能会需要，因为说长期使用下来需有点公要调整。差那样。对对对，你会随着那个出现一些 SOB 啦，然后你当然你可以透过就是稍微拧紧一点是可以把它拧紧，对，但是这东西当然能尽量没有就尽量没有。那就我们的了解，至少目前的这个断杆连杆的方式，虽然感觉又回到传统的方式，但是如果传统的方式可靠的话，那还是走传统。所以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差异。不过我是大觉得它比较好搬，对，因为它需要搬下来的力量，感觉好像有点杠杠。对对对，比较没有像以前2代来的需要这么大。前2代有些女孩子是搬不下去的，对。然后如果说要让它可以搬得下去的话，又会太松，所以整体上来讲应该要好一点吧。长期使用下来，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对，它在改变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从里面看跟外面看差别的，就是你会从里面的角度去看到它，其实你的前面的整体感就是一个柱子，是，所以按从外面看才看得出来，所以你一开始会看到它说会找不到它收着的地方在哪里，所以但是后来知道在后面的时候，就是觉得也是没什么差别。对，就你原本假设你原本有骑米滑或者米滑 Pro， 你会觉得折叠机构应该在里面。然后突然换到外面，你会觉得稍微不习惯这样。他跑去哪里了？那你会觉得有什么不方便或是方便的地方吗？不会，其实习惯了就没差，摸一下就好了。是，了解。其实当然会比米滑来好，应该说那个关节要用下来会比较好用，可是就怕有时候扶不住。是，就比较省力的意思吗？对，是比较省力，可是就怕那个没有扶好那个龙头直接倒下去，直接倒下来是直接撞死自己。所以你觉得改到外侧之后，它折叠的时候会比较省力？其实对女生是非常省力，是，它不会像小米滑板车，你那种搬不了，你又换到另外一边去推它。对，所以等于说这的确是改得比较舒服啦，省力很多。就是要注意龙头不要突然掉下去，不要被打到就好。好，那我们最后再讲一下 Max 跟米滑 Pro 这两台外形上几乎是95%的相似啊。那你觉得这两台骑起来给你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有办法就稍微具体一点形容他们两个的差异性？我觉得骑乘的话，可能分几个部分吧，就是首先是起步，就你站上去，然后起步的那个瞬间感受比较明显。因为虽然说应该说这3台车啦，小米 Mini Pro 跟 Max 的速度最高时速都是25，可能美国人拿到的版本可能会是30。就我知道，他们 Indiegogo 上面因为很多美国的用户在反映说他们希望更快的速度，所以很有可能 Max 在美国的速度是被解到30，但是其他国家仍然是25。就是虽然说他们的尾数都是25，但是Max 的加速可能会比前2台更快一点，更猛一点。那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电量比较大，对，所以说它能够比较快的达到这个速度。但是，一旦你开始匀速行驶以后，就是说你已经加到你要的速度，然后现在就是一直均速前进的话，坦白说，我是几乎感受不出任何差别的。对，就是我觉得它的骑感基本上都跟前2代是一样的，因为毕竟车有稍微重一点啦，所以理论上它应该会稳一点，理论上。但是因为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差很多嘛，一个是12公斤，一个13点多。然后一个将近15、16公斤，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也没有差很多了。对，然后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制动，我觉得制动力还是比较好。刹车的部分嘛，它的刹车的部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有前轮有鼓上，然后后轮有这个电机，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对，至少比这个小米滑板车好了。就制动性的部分比较明显感受到。对，制动性跟起步比较快，但是。这个都是等于说是你在加速跟减速的时候有比较好的这种控制性，但是一般在行驶的话，我觉得差不了多少，因为轮径也差不多。它一样都是气胎，它只不过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气胎是高速胎，是真空胎，就是没有内胎的。对，可是没有内胎的，我感受也不会说
因为一般来说没有内胎的，通常会比较硬啦。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并没有说，因为它是真空胎就比较弹跳，也没有，对，我觉得还可以。好，那今天就谢谢凯夫喽。好，希望大家喜欢这台车，拜拜。我觉得它稍微更稳定，更稳定，就是你在可以比较容易应付路面上就更颠簸的路面。对，然后小米的话，它的震动面还是稍微大一点。那这一台的话就觉得就比较稳定一点。对，可以适应的路面更多。对，就了解。好，那谢谢哦。谢谢你跟我们分享，拜拜。其实米华来说，它就是比较温和一点，对于一般女生来说会比较适合。然后到了你指动力的部分吗？对，动力就是出去的那个感觉是比较顺的，也不会说那你突然好像突然冲很快吓到你的感觉。是的。那米华对我来说，米华就是比较温和一点。对，到了米华 Pro， 其实它出去的马力就强了一些了，对，再加上它的高度，其实对一般的女生来说会觉得还是太高。对。那你说到了 Max 版本的话，其实对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对，我的时速可能只会开在15，出去才会觉得比较顺。当你开到25的时候，觉得起步太快，好可怕。对，就会变得比较可怕一些。对，然后再加上它的重量，其实虽然比较重了，但就怕一般比较娇小的女生是 hold 不住。对，就是它的重量对于女生来骑乘的话，会觉得有点太重。就如果要提的话，对，因为如果不想去提的话，骑它是很不爽。是。那你会把它归类在像是 Inoki 那种比较重型的滑板车吗？也不会，就是也是算在中型。对，因为它的重量也不是说你搬不动，只是花的力气更多而已。就要是我就是当做练背力。练背力。OK。好，了解。好，那今天就谢谢阿布喽，拜拜。嗨，大家好，我是志昂。那这 Max 滑板车，今天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评测，那大概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基本上这个外观就承袭了米华 Pro 或者米华，就没有太大的新意啦。这不晓得说那一把这公司它在设计这滑板车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结构体啊，这个车台整个设计都已经很牢固，然后也对它很有信心啊，结构稍微加粗一点。不同观点会觉得说，这个公司有点懒惰啊，没有花时间去好好设计这个外形啊，或者设计一些比较让人家会觉得说，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啦。那基本上骑起来跟米华 Pro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性，要从一些小细节的地方还是可以比较出来的，像是折叠处这个结构，这个折叠地方折下去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不会像米华跟米华 Pro 它折起来要多花一些力气去折，所以这个稍微轻松一点。那当然，我个人是比较欣赏把充电器那个变压器整个埋到车身底盘下面去。那这样子，我们如果要外出的话，不需要带这么重，就只要带一条线，你到外面就可以去充电，就不用那么麻烦。那驱动轮改到后面，它骑起来会让你觉得，你会觉得车身比较稳。对，这有时候像我们单手，就是你可能要拿个东西之类的，那你会觉得说，这 Max 骑起来还是有比 Pro 稍微稳一点点啊，但是不是那么明显，差异性大概是这样，并不会太多。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期待说 Max 有什么样特别骑感，那可能会让你觉得说有点失望。那如果你是期待说那一把出一个续航力比较高的车体结构啊、载重、负重的部分，会更适合男生来骑乘的话，那这一台车绝对可以满足你。那如果是女生的话，你应该会觉得这车稍微重一点啊。那当然，如果你需要比较长的续航力，那这一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以上就是我们对 Max 的评测。那我是志昂，我们下次见喽，拜拜。